为师大限将至，往后的路你得独自走了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何物？万魂幡，为师还没死透，你就想收我魂魄？蠢材！为师高你3个境界，岂会被你算计？何况你这番用料粗劣，皱纹残缺，正粗劣徒儿才练得出来。他没有禁制，也无法操控，只能收魂养魂，勉强让归魂寄身，保魂魄不散。徒儿就这点本事，你爱进不进。你只是为了保我魂魄？不错，徒儿没什么本事，不过这万魂幡也费了我一番心血。师傅，徒儿知道做个孤魂野鬼不好受，一不小心还会被抓了去，日夜奴役折磨。但只要不是魂飞魄散，总算有一丝希望。说不定徒儿将来得道成仙，也能为你重塑肉身呢。你这婆婆妈妈哪有半分魔门弟子的狠辣？再者，让人知晓你有着藏着通玄境主魂的万魂幡，你能保住它，纯粹是自找麻烦。师傅，你就说进不进这万魂幡吧。罢了。收。这法宝不一般啊，养魂之效怎会如此之好？徒儿改良了炼制之法，剔除诸多无用残杂工序，改良了咒文。这小子难道真是个天才？徒儿，你这是把师傅您的尸身炼成僵尸。虽然您不是炼体的，炼成僵尸也只是便宜东西，但有胜于无，总不能浪费，是吧？此子必成大器。徒儿，你欲往何处？自然是去凝聚气海。你才起灵数日，若无凝气丹，想开辟气海，少说也要苦效数十年。所以我要炼丹。主要须记录，只有在100年蒸乳中才可能凝出一滴。运气好找3、5年，运气不好10几年也未必有。太慢。你想用血炼？屠杀千人，怨气冲天，正道修士隔着100里都能闻见。以你如今修为，谁说我要杀人？不杀人，如何血炼？师傅，人和禽兽到底差在哪里？你想用兽血修炼？糊涂！兽血污浊，会损神魂，练得越多越像野兽，不等你凝成气海，就会变成疯子。所以我要弄明白。弄明白什么？兽血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修士发狂？千百年无人解开的难题，你凭什么能解？也许不是无人能解，只是解开的人都藏着没说。师傅对徒弟留一手的事，难道还少吗？徒儿不是说你，当然，咱们师徒相处数月，徒儿相信师傅已经倾囊相授。这话听着怎么比骂人还难受？成了。你真练出来了？练出来不难，难的是吃了会不会疯？这还用事？兽血污浊，损伤神魂，轻则发狂，重则沦为野兽。书上也是这么写的。那你还练？书上只说会疯，没说为什么疯。既然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得试。你想拿谁试？这位兄台，我们一家3口路过，见此地有炊烟，不知能否施舍一点肉汤粥水？这孩儿已经饿了3日，求你大发慈悲。相逢即是缘，诸位随意。饿久了，别大口吃肉，先喝些肉汤。一饭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必当厚报。言重了，萍水相逢，不过一锅肉汤罢了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逃荒，怎会跑到这深山里来？在下赵河州，本是崔县人士，今日县令强征10岁以下孩童，说是送往清河剑派修行，可我儿才刚满周岁，夫妻不忍骨肉分离，只非连夜携儿逃至此地。清河剑派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仙门。难道这真是仙缘？是我们夫妻做错了？即便真是仙缘，那县令是什么德行，你还不清楚？真有好事，他会这般卖力的承手送人？
不错，那县令贪得无厌，当官3年，刮得天高9尺，怎可能将仙元平白送给全县百姓？清河剑派应不会如此收徒，多半是魔门假被其名，或是县令另有所图。不过崔县离此百里，应当暂时牵连不到自己。如此瘦弱的少年，竟能活出2头大野猪，就算是死的，自己也未必搬得动啊。昨日听赵先生谈吐文雅，想必是识文断字之人。识得一些，那正好。先吃个早饭。此事费时费力，赵先生还是先吃饱，再歇力气。壮士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家3口的命都是您救的，但凡有差遣，在下绝无二话。这些野猪和鸟都被我灌了药，用来测试药方。我今日有事外出，无法时刻盯着药效发作，烦请赵先生帮我看着。一旦有任何异常，务必仔细记下，发作时辰、不良症状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放心，在下一定仔细记录，绝不遗漏分毫。那就有劳赵先生了。血丹存量不够了，今日还得再去打些猎物回来。徒儿，你留着他们是想拿来试药？师傅，你不睡觉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你是魔修，身边多几个凡人，便多几分暴露的风险。清河剑派迟早会查到这里，若让他们知道你有万魂幡、炼血丹，你还能活？那就更不能杀他们了。若清河舰队问起，他们只会说我是救他们性命的好人。你当正道修士都是傻子？师父放心，我早就想好了说辞。诸位大侠，我真不知道这是魔道法宝，我只是路上捡到一面会说话的白帆，里面有个老爷爷说他被奸人所害，要教我修行，还说能满足我3个愿望。这小子的表演竟看不出半点破绽，你这是要把为师供出去挡灾？师父教过我，魔修关键时候不能心慈手软。少嬉皮笑脸，你到底为何救这一家人？我看那赵和周虽狼狈逃亡百里，仍有几分读书人的体面，我给他个台阶，也算全他颜面。死要面子罢了，这种男人还不如他妻子有决断。他妻子确实难得，可赵和周也未必懦弱。夫妻本可安稳度日，为了骨肉却举家逃亡，这份决心已胜过许多人。若他真无能，哪撑得到今日？师父，徒儿说那么多，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救下这一家3口，其实只有一个理由。是何理由？我修魔道，讲究的不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吗？为何救人？当然是因为我乐意。这小子真不会是修魔的，实在分不清他哪句话是真心。壮士、野猪和鸟儿毒发前后的模样，我都记下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毒发。野猪和飞鸟死前都像狼，狼血丹里残留的恐怕不只是灵气，还有狼的残魂，兽魂相冲才会撕裂神智。若是野猪吃狼血丹会死，那狼吃狼血丹呢？等等，这是那位壮士的猎物啊！我们不告而取，不妥。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却不通人情。夫君，你真以为那小哥需要你做事？他不过是给你个台阶，若不愿接济咱们，昨日又怎会那般慷慨？你怎就拎不清呢？壮士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怕是遇上麻烦了。外面有狼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找，很快回来。
总算喂下去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能撑多久。野猪1个时辰就死了，可他撑过了2个时辰。果然，狼血丹喂狼不会相冲。根由既已阐明，接下来便是撤除残魂影响。只要破了此关，我便去宰上千百头猪牛羊，丹田气海自然可成。晋升，屏息静气。好了，师傅，那颗流星有何门道？哪里是什么流星，那是清河派的剑光，御剑飞行，至少也是通玄境修士，只凭眼神就能斩下你的脑袋。那方向是崔县，剑如流星，果然半点不假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这回怕是有难了。日后若我修仙有成，你可是大功一件。赵先生，你这是？我怕壮士夜里行路不便，出来迎迎。谢谢。成了，这些就是血丹里的兽魂残念。孽徒，你拿为师当诱饵！师傅，徒儿实在没辙，凑不齐第2张万魂幡的材料了。你前几日还说自己心慈手软，转头就把为师卖了。师傅别气，这点残魂对您来说不过清风拂面。我现在风一吹就死，成不成就看这一回了。没有狂暴，没有癫狂，也没有气血反噬，从今往后我便能靠这兽血丹安心练功了。以兽处血替人血，血炼秘术便再无杀孽之忧，正道也难寻把柄，困住魔道无数年的难题竟让这小子破了。师傅，我要去崔县。孽徒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兽血丹虽然成功了，但药效大减，单靠这几座山里的野兽远远不够。崔县是附近最繁华的县城，三河交汇，商贾云集，那里牛羊成村，牲畜无数。你要去那里取兽血？我要凝聚丹田气海，就必须去。你若带着我，这万魂幡便是铁证。清河剑派的剑心感应，可不是你那点伪装能糊弄过去的。到时候你该不会真想把为师交出去当投名状吧？师傅，瞧您说的，徒儿之前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您老可别太记仇了。哼，那你究竟有何打算？师傅，我自知没那个本事将万魂幡藏得滴水不漏，所以咱们师徒怕是要暂别一段时日了。孽徒，你要把为师扔了？我会把您托付给赵和周一家，他们老实本分，我会让他们去南边县城安顿，好生供奉你。等我修行有成，一定回来寻你。你当真要去冒险？天下牲口又不止那里有，咱们师徒大可走远一些。徒儿，你还年轻，耽误个3、5年不算什么。师傅，我不能等，这次耽误3、5年，下次也许又要耽误7、8年。修行之路本就寸步必争，我要靠开仙门，要揽江河入梦，要逍遥天地之间。这崔县，我非去不可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魔头，还没到出师的时候。师傅，你怎么散尽了修为？为师散尽魔功，从此之后，这万魂幡只像一件自扔灵域的法宝，除非有人搜魂，否则清河剑派掌门来了也看不出端倪。可这样一来，师傅你如此一来，这万魂幡最多让我多活3年。我那么辛苦给你炼制万魂幡，你就这样散了修为？
本来就是将死之魂，早晚有何区别？你不是说要成仙吗？3年时光，你若是能达到合道境界，那为师还有救。您让我3年合道，和让我3年成仙有什么区别？怎么，刚才的雄心壮志呢？若是这便气馁，你还修什么仙？3年成仙我未必可以，但3年内，徒儿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无知小儿，先凝聚气海再吹牛吧。为师要睡一觉，不是快死了就别来吵我。行过小周天，念咒掐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桃儿，这可是官道，不许摆摊啊！你们看那白帆插在哪儿？最近县太爷征收童男童女，惹来不少江湖人，小孩、女人、老人、出家人都别随便招惹，咱们只管巡查，上报便是。又跑了一笔生意，这年头就没人想问问补吗？县大爷征童男童女的事儿，听说越闹越大了。清河剑派的人不是早就到了吗？怎么还没管？谁知道呢？这里可是红玉君主的封地，县令背后有人撑压，自然不怕。红云郡主，清河剑派，童男童女，崔县这潭水比我想的还深。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修炼，牲畜要钱，牧场更要钱。这不对吧？这崔县人心惶惶，乱局已然显露，怎会没人想算卦呢？算卦的，你算得准不准？先生想问何事？你若真准，还用问我？是王三七，这泼皮又来找事儿了。阁下这是考我？算不出来，没本事还敢给人算命。今日爷爷，我便替天行道。不信便试试。第一卦只收1文，若我算准，你给1文；若算错，我赔你100文，如何？诸位街坊听着，他说算错赔我100文。好，那你算算，爷爷我姓什么？好，请阁下写下生辰八字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是会看相吗？看我这张脸，算不出便是你输。这不是诚心刁难人吗？算命哪有不给生辰八字的？这泼胚也太欺负人了。算不出来就赔钱。我大哥在衙门当差，少1文都扒了你的皮。既然阁下苦苦相逼，那小道只好违背祖师之命，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姓王，可有错？错了，爷爷我姓李，木子李。这王泼皮为了赢，连祖宗姓氏都不认了，回去告他爹去，让王差都抽死他。算你厉害，爷爷我确实姓王，敢不敢再算？还是你错了，赔100文？可以，但规矩要改。第一卦1文，第二卦2文，第三卦4文。以后每一卦赌注翻倍，我若算错，照样100倍赔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就不信你每一卦都那么准。算我的生辰八字，甲辰年7月13，亥时1刻，今年20有7。再来，算我家里几口人。你父母健在，快到30还娶不到媳妇，平日住在陋屋，常去兄嫂家蹭饭。你说我该算你一口人，还是连父母兄嫂一起算？我家狗什么毛色？你自己都养不活，根本没养狗。我家门朝哪边？朝西。什么木头？柳木。我平时爱喝什么酒？有钱喝玉冰烧，没钱偷什么喝什么。你这牛鼻子敢污蔑我？我写字语掌心，你来猜是何字？你写了一个王字，但你拇指沾了墨，准备等我说出王字后，再加一笔变成玉。王三七，你已经输了18次，算上第1文钱，你还欠我524286文。给你抹个零，你欠我52万文钱，还要继续赌吗？524287文。起初不是1文1卦吗？怎么才20卦，就滚到这么多了？第一卦1文，
第二卦2文，第三卦4文。此后每输一卦，便翻上1倍。20卦之后，连本带账，正好524287文。骗子，你是个骗子！我去衙门告发你！多谢各位仗义直言，诸位今日若要算卦，我分文不取。法力消耗过大，今日实在无法再算准了。虽说今日只赚了1文钱，可神算子的名声该在崔县传开了。想快些赚大钱，还得靠那些权贵。名声一响，自有人上门。你还真是心急，说好半夜再来，免得旁人瞧见。怎么连几个时辰都等不及呢？道长莫怪，家父病重，早些服药也能少受些罪。那场戏我演的还算凑合吧，还请道长兑现承诺，赐我仙丹。你这人平日里偷鸡摸狗，欺压良善，除了这份孝心，当真一无是处。你法父兄攒下的名声都败在你的手上。你父亲气弱体山，此药可补溃却，温水对服后，让他睡上1整天，莫要打扰。给我磕头有何用？去向你欺负过的人磕头赔罪，该赔多少便赔多少。从今往后多行善事，若再让我知你作恶，我便亲自让你遭报应。你老父吃了我的弹药，我也能抛心挖肚取回来。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！道长切莫动气，我绝不敢再做恶行。若是真有因果报应就好了，我这种好人就该有大大的福报。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若他刚才出手，自己怕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道友刚才所言，好人应该有大福报。小女子有一事不明，你帮了一个恶徒，也算做好事吗？敢问姑娘是何人？清河剑派苏纯一。清河剑派。道友无需担忧，你这法宝灵运自生，确实难得。但我清河派弟子不会做杀人夺宝之事，我只是心有疑惑，想请教一二。原来是清河剑派高祖，在下陈烨，无门无派的散修，路师不便待客，我请姑娘你去酒馆喝一杯。门规所限，我不能喝酒，而且凡尘俗事到处都一样，道友无需介怀。又不是真想跟你喝一杯，这不是担心此处四下无人，怕被你噎口吗？那就喝杯茶吧，我境界可没姑娘那么高，此地太糟了，也不好聊天。说来冒昧，我已暗中观察许久，实在不解道友所为，可否为我解惑？苏姑娘，你为何要观察我？我怀疑你与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有关，崔县之中有任何异常之处，我都会有所感应前来查看，并非故意针对道友。那你可太看高我了，我不过是旁门左道的散修，才刚到启灵境界，哪有这样的本事？启灵境？但你的卜算之术极为厉害，我还以为是隐藏了修为的前辈高人。我若是真会卜算过去未来，哪里还需要跟王三七演戏呢？不过是演双簧骗骗路人而已。这正是我不解之处。道友既费心演这场戏，为何给旁人卜算是分文不取？还有，之后你算的那般精准，数十人问卜，总不能全是与你串通吧？苏姑娘，此乃秘法，是不能外传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不妨与我做一场交易。不知道友想换取何物？我若为苏姑娘解惑，不知能否换一颗凝气丹？我没有凝气丹，不过我有炼制凝气丹的材料。道友倘若能为我解惑，我愿以此相换。成交。我不过一介散修，无依无靠，只能从巨贾豪商身上想办法，换些修行资源。我与王三七演那场戏，只为打响名声。寻常百姓没多少银钱，倒不如免费卜算，让他们替我宣扬，也好招来富贵主顾。凡人的钱财再多，对修行又能有何助益？苏姑娘出身名门大派，许是不懂其中门道。玄机路虽稀罕，但只要肯花大价钱，还是买得到的。原来如此，道友是想骗取更多的钱财。
自己认了骗子之名，下一转会不会飞剑临头人头落地？自然不是骗钱，我会炼些强身健体的丹药与人交换，价格或许贵些，却绝非行骗。故意抬高价格，难道就不算骗了？值不值得，全看买卖双方。做生意本就低买高卖，抬价多少算骗，谁说得清？就像万金古玩，大多也不过奴土烧制，溢价多少，全凭人心。丹药是真的，能卖多少价，便是我的本事。道有所为，我已明白，只是还有一事不解，你既不懂卜算，为何又能算得如此精准？不过是些江湖把戏罢了，我并非真会卜算，只是察言观色，顺着他们所求去说。求富贵便劝稳重，求平安便赠丹药，求姻缘便说人品，求子嗣便祝多福。话说的模糊些，他们自会对号入座。即便偶有失误，也不过一句法力耗尽便能搪塞。道有高才，受教了。不过是不入流的小手段，与修行无异。若非散修艰难，我倒宁愿躲进深山修行，懒得揣度人心。上辈子勾心斗角已经够累人了，这辈子若非必要，真不想重操旧业。道友太谦虚了，这种本事在山中修行数百年也练不出来。苏姑娘过奖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道友为我解惑。苏姑娘请讲。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若问我本心，我只信一件事：因果已了，便是善；孽缘纠缠不清，便是恶。还请道友细说。我出道推线时，王三七敲诈我，被我教训了一顿，这恶因已了。后来我借他扬名，也替他父亲治病，我得了名声，他救了老父，这便是善果。那被王三七欺凌过的其他人呢？那是他们的因果，我让王三七赔偿致歉，不过顺手一提。旁人原不原谅他，要报复还是隐忍，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果。待我取到所求，便会离开崔县。王三七日后如何，与我再无干系。若依道有所言，弱小之人又该如何了结自身因果？只能默默忍受吗？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凡人的因果究竟该如何了结，那是仙人才该思量的事。等我有朝一日超凡入圣，位列仙班，或许就能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。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，这如何能够做到？在死后再行清算吗？若能让所有凡人死后集聚一处，生前善恶皆映于明镜之中，未了的因果一一清算，欠下的债一笔一笔算清，该下油锅的下油锅，该重新投胎的重新投胎，如此一来，岂不人人都有报应？重新投胎，这是何意？坏了，说顺嘴了。此事并无轮回，人死如灯灭。若说转生，听在修士耳中，怕是与多舍也差不了太多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至于具体如何，等我真成仙了再细想也不迟。罪孽清算，了结因果，轮回重生。先生此等胸襟志向，实令我自惭形秽。我清河剑派上下皆曾苦思如何拯救天下万人，便是掌门也未曾有过这般奇思妙想。这也并非我的独创，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。先生谦逊至诚，纯一佩服。先生，纯一正有一件大事，想请你效助。请我帮忙，苏姑娘言重了。我这点修为能帮得了什么？正是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当真如此棘手？我到崔县已有些时日，却实属寻不到那人。被强征的孩童关在城外青莲道观，有妇人照料，暂且无碍。我暗查数日，越查越觉得此事不对。崔县县令强征童男童女，似乎并非受魔门修士蛊惑，反倒像是奉了朝廷中人的命令。他们要这些孩童做什么？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。临行前，师门长辈曾再三叮嘱，说我此行危机四伏，会遇上一位此生宿敌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更不能打草惊蛇。所以我需要先生协助。眼下凝气丹材料一齐，最要紧的是开炉炼丹，凝聚气海。只是若拒绝苏纯一，便等于断了清河剑派这条路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剑派，结下一份善缘，日后修行必有助益。更何况他们或许能救师傅。我愿出手相助，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先生但说无妨，我定当全力促成。我想先炼制凝气丹，待我修成丹田气海之后，再着手调查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
不知苏姑娘能否等候数日？修行乃根本所在，我有一处净室，恰好可供先生使用。这几日我也需再去探听些消息，待先生出关，咱们再一同彻查此事。先生，还请随我来。我平日打坐修行的净室在城外。城外？若是路远，不如我就在城中寻个地方。王三七那破屋虽然脏乱些，收拾一下倒也算清静。灵气丹虽不难炼，可总归得寻个免受打扰之地。我已见光携先生出城，转瞬便至。先生不必担忧惊动旁人，我可用幻术遮掩，凡人察觉不到。难怪先前察觉不到他的行踪，原来清河剑派还善幻术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我倒有个请求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掌柜的，我这个包裹想暂且寄存在您这儿，过几日便来取回。道长，小店人多手杂，实在不好替客人保管东西，万一丢了，怕是……这些全当保管费。这可是神仙留下的宝贝，万万不能有丝毫损伤。今日过后，我小神仙的名号，怕是要在崔县彻底坐实了。我初随师父御空时，也和你一样喊哑了嗓子。那时我只觉得天地广阔，无边无际，总想着有朝一日，若能独自遇见，便要去天涯海角，看尽世间奇景。苏姑娘如今已能独自遇见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修行之路越往前越艰难，如今虽能遇见，却终年闭关修行，哪有多少闲暇真正去游山玩水。修行越往后越难，能停下来的多半也是进无可进。就像师傅多摄太多，寿元将尽，这才想起收徒传承。如今我初入启灵境，尚有100年可证，岂能就此止步？先生，请随我来。先生可在此安心炼丹。我虽不善炼丹，但门中与凝聚气海心相关的典籍尚有一些，这些或许能帮到先生。这些并非清河秘传，倒像是苏纯义私下收来的杂技，想来只是常见典籍。气海旋转，竟还有顺逆之分，还会影响炼气与施法。这作者更大胆，竟想在体内凝出2个气海。可惜试下来不是自行融合，就是收益太小，反倒白白耗费丹药。虽是失败之法，思路却不简单。气海并非一成不变，这些细节师父从未体会。看来修行这条路不能只照着功法死练，多懂一点门道，日后或许就能少走一段弯路。这阵法与我所学完全不同，同样材料，若换我来布，成效恐怕只有70%。苏姑娘若有疑问，只管问便是。你借我典籍，对我注意不小，我正愁不知如何回报。这是聚灵炼丹的。不错，炼凝气丹时，灵气越足，成丹越快。你这阵法删去了不少皱纹，聚灵虽强，筛选灵气的效果却弱了。如此一来，引来的灵气恐怕会饱杂不纯。无妨，凝气丹毕竟只是低阶丹药，混杂些灵气，不至于影响品质。关键还是炼制速度。苏姑娘，咱们还是先去查探一下这阴风的源头吧。这不愧是高境界修士，施法速度比我快太多了。
这是魔门血炼之术，有魔头在用人血炼功。苏姑娘，看最上风的尸骸，怕是也死了数日，那魔头未必就在附近。无妨，我能找到。那魔头就在东北处300里之外。师傅，咱们魔修以前见识还是太少了。此行或有风险，我未必能护先生周全。这3道剑符赠你防身，你留在此地静修，少则3日，多则5日，我定当归来。这位苏姑娘，当真是嫉恶如虫啊！可惜这小姑娘没什么对付魔头的经验。师傅，你怎么醒了？多睡无益，方才不说话是怕她看出端倪。也是，刚生灵运的法宝器灵，哪有老人嗓音？少贫嘴，为师提醒你，这弃尸之地不寻常。师傅放心，我早就瞧出来了，还想提醒苏姑娘，谁想她动作太快，我都没来得及开口。提醒她作甚？藏里面的宝贝不要了。若真是宝物，也多半是魔道之物。苏姑娘回来若见我私藏，一剑削了我的脑袋，到时师傅可就真成孤魂野鬼了。你不会先藏起来？难道还真想入赘清河剑派？若苏姑娘不嫌弃，我倒也不介意。呸，想得美！你这小魔头，若进了清河剑派，问心一关都过不去，到时候别说入赘，脑袋都未必保得住。师傅教训的是，那还等什么？先把宝物取出来。师傅，现在不是寻宝的时候，我刚得了玄机录，凝练气海才是正事。你就不好奇里面藏着什么？好奇，但千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等我凝成气海，再去也不迟。若是那苏纯一提前回来呢？那便算我与此宝无缘。罢了，你自己决定。这玄衣录品质极好，倒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气海成了。如今入了气海境，该去看看那石坑了。火来！木生火，火属阳，不论石坑中藏着何等凶险，以火克之，总归不会出太大差错。佛门，这世上的佛门本就少得可怜，其中最有名的涅槃宗还被公认为魔门。他们信奉断红尘因果，无论犯下何等恶事，只要剃度出家，便可一笔勾销。可当年正魔大战，涅槃宗宗主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如今这尊邪佛出现，难不成涅槃宗又死灰复燃了？若非早早布下这阵法，方才怕是已经中招了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自废双耳。3道剑符，只剩1道，亏不亏，就看坑里藏着什么宝贝了。血元丹，既能补些灵气，也能疗些小伤。我这双耳
倒正好用得上，只是副作用不小。剩下的都是解毒、下毒、养蛊，杂是杂了些，倒都用得上。可惜了，这2道灵符，有1道已被剑气毁去，这1道竟然是燃血咒，以血为心，烧至血肉枯竭。凭我如今的修为，还施展不得。若光是这些收获，此次可就亏大了。这万魂幡比我练的那破烂可强多了。邪咒灵童，本体一死，神魂便能借阵法牵引，夺舍重生。丹药、灵符、法宝，原来都是给夺舍后备着的。不对，苏姑娘若真杀了那魔头，她岂不是马上就要夺舍？若让她在这里重生，我就死定了。封面普通，书页也普通，怎么看都不像宝物，可它偏偏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。刚才剑符劈开邪佛，金佛都被斩成2半，这本书却只留下了1道浅痕。这书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，难怪藏在邪佛肚子里。不过这书真正值钱的还是上面的字，能用这种东西记载的，怕不是寻常传承。这竟是地藏本愿经的原文。地藏菩萨，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前世的经文？难道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来过这里？看来只是借了开头几句，后面的便是作者自己的感悟了。写书的人应该见过原经，若是完整经文，或许还能查出我为何穿越。可惜线索到这里就断了。不过这神魂秘术倒也不简单，拘、锁、问、行，全是针对魂魄的手段。只可惜都是伤神破魂之法，若是养魂护活的秘术，师父或许还有救。唉，世上哪有这种好事，还是要靠自己琢磨。趁那清河剑派的没回来，快将这邪咒灵童藏好。师父，这里面封印的又不是我的血脉，藏起来又有何用？即便无血脉之亲，邪咒灵童也是上好肉身，可比随便找人夺舍好得多。我教过你破咒之法，赶快破了原来的封禁，将这邪咒灵童与你神魂相连，如此一来便多一条命。徒儿修为太弱，能否破开神魂相连尚未可知，就算能，也非3、5日可成。以苏姑娘的本事，届时那魔头早被斩。不试一试，如何知道来不及？邪咒灵童可遇不可求啊！师父，徒儿是3年便要飞升成仙的，何必为夺舍做准备？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快将这邪咒灵童毁了吧。等到那魔头夺舍，他怕是伸手一抓就将你炼化。师父，咱们修魔的也不能总吃亏。邪咒灵童我不动，但那魔头的神魂倒可以提前埋伏一手。剑符还剩1张，再加上刚得的秘术，若趁他夺舍未稳，未必不能赌一把。真能拿下一个通玄境魂魄，这笔买卖就不亏。那魔头修为至少也是通玄，哪怕只剩下元神，杀你依旧易如反掌。师父，夺舍这事你经验丰富，若是在这邪咒灵童之外布置阵法，阻挡魔头的神魂夺舍，能挡得住多久？夺舍经验丰富，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就算有阵法也挡不住通玄境几招，但只要撑过第1击，便有机会。神魂离体如无根之木，施法越多，消散越快。你要做的就是隔绝邪咒灵童与本体的联系，再困住那魔头神魂，拖得越久，胜算越大。与我猜测也差不多，只不过布置阵法也要时间。若是那魔头提前夺舍，罢了。修仙哪有不冒风险的？不愧是魔门正宗的万魂幡，比我炼制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能不能困住通玄境神魂，就看他了。苦厄大师，我刚入庙门，尚未说明来意，你便封死整座寺庙，你在怕什么？施主你满怀杀意，不管你有何来意，切莫伤及旁人。我寻剑意而来，追踪一个害人无数的魔头。苦厄大师，此事与你可有关？贫僧从未害人。你我皆是修行之人，
若你从未害人，这件沾满怨气的袈裟又该如何解释？众生愚钝，众生皆苦。贫僧度众生，自然也会沾上凡人的怨念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满怀杀心，入庙便要问罪。你口称正义，实负则心中嗔念炽盛，不如坐下，听贫僧念一段经，化去恶念。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，何来恶念？施主乃是修行之人，不应沾染凡尘，不是你的因果，非要揽在身上，这便是不智。愚行催生恶果，这便是恶念。若不早日除去，必遭报应。言灵一类的法术，这是开口尘。你是涅槃宗的魔头。施主恶念缠身，不懂我大同佛法的精妙。我涅槃宗普度众生，哪里是什么恶人？你们所谓普度众生，就是残杀无辜。这和尚修为不如自己，全力一剑，却连他护身金光都没能打破。一言不合便拔剑伤人，这便是你们正道的嘴脸。道理辩不过，便要杀人泄愤。施主，究竟谁才是魔道？师门长辈说过，开口禅这类神通，只要驳倒歪理便能破功。可我哪会跟和尚辩经？若那人在此，或许三响句话就能破了此术。以身养剑，施主不怕剑锋反噬，那时候连神魂都会受损。剑心即人心，只要两心皆正，何来反噬？魔头，受死！魔头，受死！幸亏我准备了一个邪兆灵童，夺舍养伤，半日便够。倒是回了涅槃宗，谅那清河小辈也不敢追来。在邪兆灵童上刻下的咒印生效，神魂便会自行被吸入，在我夺舍重生定要。不对，什么东西？万魂幡。不对，这是我的万魂幡！找死！不对，那竹竿上有古怪，竟卸去了金刚闯的威力。这才是真正的通玄境啊！这小子阴阳谁呢？不过这魔头的神魂确实棘手，真让他脱身，这小子未必扛得住。这魔头还真难缠，万魂幡若收不住，那就直接用剑斧斩了。少赚些便少赚些，总好过翻船。神魂离体，撑不了太久了，再这样拖下去，迟早要被那万魂幡吞进去。阿弥陀佛，我与施主并无仇怨，施主盗我法宝，又害我性命一事，业障缠身，肉身虽毁，只要还能开口，便能给神魂镀上一层护体金身。只要再撑片刻，未必没有反杀的机会。涅槃宗开口禅神通，开口禅，我只听过闭口禅，听闻开口便能护体，金身不灭，万法不侵。若真是如此，他怎会被苏姑娘斩了肉身？我也不懂。自己这老师本事一般，
见识也一般。施主既要害我，为何不敢出来一见？若知此事见不得光，不如回头是岸，撤去战法，还来得及。满坑尸骸，万魂幡怨魂，邪咒灵童，哪一样不是他的罪孽？他还好意思劝别人回头是岸？师父，涅槃宗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要脸怎么当魔头？阿弥陀佛，大师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害你，而是请你早登极乐。你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至于怎么回头，当然是去死。我一片慈悲，还请大师早入我万魂幡。施主既要渡我，为何不肯见我？在下不求回报，不需要大师记住我的长相来报恩。为了让大师少些牵挂，我还是不出来。堂堂清河剑派传人，也只敢仗宝欺人，放开束缚，让贫僧领教你的剑诀。师姐，不是说好别暴露身份吗？罢了，即便识破，我也不能辱没清河剑派。为是公平，我这就解幡与你一战。好，贫僧让你3招。无耻小辈，满嘴谎言，当下拔舌炼狱！师父，他又说什么？让他慢慢急。太阳快出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阴魂扛不扛得住太阳直晒。收！收！让这些冤魂报了仇，他们就不够凶了。师父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招？刚琢磨的，你别打岔。这万魂幡对你来是上好的法宝，朕让这些冤魂了却心愿，自行散去，这法宝就毁了一半。师父请放心，没掏空这魔头所学之前，我会留他一口气的。至于其他冤魂，你总不能让我压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报仇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他们又不是你杀的。万魂幡不是这么用的，就是要狠狠折磨，培养这些冤魂的凶戾之气，放出时以法术误导，让他们见谁都认作敌人，才有万鬼噬人的威势。一旦让他们啃食那和尚，戾气很快就散了。师父，你这账怎么算的？我还不如用这万魂幡跟苏姑娘多换几张剑符呢。你真当那剑符是寻常灵符？这的威力多半是苏纯一师门长辈赐的保命宝贝，他自己可练不出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份人情可就太大了。不过人情欠得大，也未必不是好事。有来有往才是交情。做人做事最忌讳就是当墙头草左右摇摆。师父，帮人就帮到底，要跟苏姑娘合作，那就不要中途暴露魔头的本性。回想自己一生不止一次犯过这种错，行恶不够狠，行善又贪利，结果几百年下来也不过通玄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小子天赋比自己更好，心智更坚，将来必定比自己走得更远。罢了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先把残留痕迹处理干净。苏姑娘若是回来，看见师父留下的痕迹，那才是真麻烦。硬持金刚杵一击，竟然丝毫无损，可惜无法炼化，否则炼成护身法宝，怕是比万魂幡还厉害100倍。这金佛也不知是什么材料，能扛住剑气，估计也有些用处。若是能将那魔头所学全部挖出来，这次冒险当真是大赚特赚。果然是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怪不得想当魔头，这夺宝赚钱多快啊！靠自己积攒这些，不得花100年时光？全当是练法术了。苏姑娘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我找到了那魔头，可惜只斩了他的肉身，让他神魂走脱，担忧先生有危险，便赶了回来。不过看来我还是来晚了。苏姑娘，
我耳膜受了些伤，听不太清楚。谢谢。区区小事，无足挂齿。想来先生遭遇了不少危难，关于那魔头的去处，还有这坑内的秘密，可否请先生为我解惑？若先前听了师傅的话，将万魂幡据为己有，折磨怨魂，如今便是百口莫辩。苏姑娘，我只知道那魔头夺舍重生之事，至于他之前做过的恶事，不如我们来问问这些受害的怨魂吧。苏姑娘，我只知道那魔头夺舍重生之事，至于他之前做过的恶事，不如我们来问问这些受害的怨魂吧。卑鄙无耻！你们清河剑派也与邪门歪道合作，算什么正道？你的开口禅破功了。小辈，安敢欺我？有种便给我个痛快！大师，你太执着了。若世间有人谤你、欺你、辱你，你切不可动怒，只需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此言颇有清净无为之意，先生果然大才。是他，就是这魔手害了我们！就是替我们做主！替我们做主！好蠢的一个小辈！清河剑派的剑法虽好，但却连真假都分不清。此魔头乃先生所擒，生死便由先生决定。我连说辞都想好了，不管那魔头怎么攀咬，我都有把握自证清白。可苏纯一竟连问都不问。无知小辈，他能破我的邪咒灵瞳，他能炼化我的万魂幡，他也是魔道中人。你想清楚，你与这小魔头为伍，清河剑派的清誉就毁在你的手上。先生无需理会，我信你。你愚蠢至极，清河剑派竟要被你毁了！多谢苏姑娘信任，不过我确实懂些魔门手段，毕竟旁门散修，没什么能挑剔的，遇到什么便学什么。但我可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先生今日为众多无辜者报了大仇，只是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瞳准备如何处置？我一介散修，不懂这些规矩。苏姑娘是名门大派出身，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吧？不妨让我长长见识。万魂幡乃魔道害人法宝，怨魂多已失智，按规矩只能销毁。我能做的唯有让他们无痛消散。这万魂幡可是精品，就此毁去着实可惜。不过此宝归先生所得，我不便擅处。若先生愿交由我销毁，我愿以此物交换。此乃我年幼时所用剑匣，冷未能不比这万魂幡差，足以弥补先生损失。年幼时所用，但这剑匣这么大。幼时无知，只觉师傅的剑匣好看，便吵着讨了一个。苏姑娘这份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至于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瞳，我还想请苏姑娘你帮我一个忙。先生请讲。苏姑娘，这人虽然神魂粉碎，但还活着。这是我从古籍中找到的神魂秘术，虽不能直接修复他的神魂，但我觉得这秘术若是能改良一番，未必不能救人一命。此物同样贵重，而且先生你若是觉得可以，为何不自己动手？我虽有想法，但经研10年未必能有成果。那邪咒灵瞳维系生机的法子太过阴损，我总不能为救一人，却害更多无辜之人。清河剑派高人众多，若得此秘术，或能短期悟出救人之法，救人一命，终是大功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这便将秘术送回门派之中，求师傅出手救人。若是这秘术当真有救人之法，我也会抄录一份送给先生。清河剑派这条大腿算是彻底暴老了，师傅只剩3年时间，我未必能悟出修复神魂之法。但如果清河剑派出手，
那成功几率就大上许多。这么多怨魂，到最后只有这10几个还记得自己的名字。立下此碑，算是让后来寻至此处的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。若有亡者亲眷寻来，也可知仇人已然伏诛，或许便能稍解心中怨愤。我这便带邪咒灵童回清河剑派，求师父救他一命。崔县之事就拜托先生了。传信玉牌，先生大义，愿为无辜受害之人寻生路。那些怨魂已遭魔头毒手，若能以秘术暂护残魂，免其彻底消散，终归也是功德一件。只是万魂幡不为正道进入，还望慎用。剑匣一赠与先生，玉牌为清河剑派信物，若遇其他门派修士责难，便出示玉牌解释，或可免去麻烦。望先生珍重，来日再会。愿你我修为皆有精进。别乱想，你这小魔头，纠缠越深，身份败露之时，你死得越快。师傅啊，你怎么就没看出徒弟的一片虎心呢？这语气准没好事。我与苏姑娘如今交情已算不错，不仅能让她帮忙救治邪咒灵童，就连我手上的万魂幡也算了清河剑派默许。若有朝一日，我说幡中还有一缕残魂，尚有神智，未曾害人。你是说我？别急，师傅，我和苏姑娘的交情还没好到能请动清河剑派掌门替你恢复神魂，何况那位掌门未必答应。不过总归是条路，至少眼下有了希望。对，你做得很好。为师再传你一些对付女人的手段，定要将这姑娘拿下。师傅，这就免了吧。你这孽徒真当为师不知？你尚是纯阳之身，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。你以为只凭一张好皮相便够了？在修行者眼里，外貌美丑反而不重要，关键还得看手段。这老魔头真够为老不尊的，这些手段用在苏纯一身上，找死吗？孽徒，你这是作甚？要练了为师不成？我总不能背着2个万魂幡吧？好不容易在崔县营造出世外高人的名声，造型不得注意点？师傅你放心，我这万魂幡伤不着您的贵体。你真要去查这童男童女之事？师傅有什么忧虑吗？不是说好了紧紧抱住清河剑派这条大腿？此事处处透露着古怪。我也知道有古怪。那和尚交代，最早一批已被困盘中近20年，说明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一案与他无关。但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罢了。你小子比我聪明，如何把握你自己考虑。为师要歇一歇了。不过有3件事你需要听我的。师傅有何吩咐？第一，趟浑水之前，先将那剑匣炼化。那小姑娘已经将炼化之法留在剑匣上，应该不花多少时间。第二，你还要选一门法术，专心研学，以备斗法之用。斗法凶险，此番拿下苦厄和尚，运气与努力各半，实属侥幸。日后若再遇修士动手，确实还需保命之法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第3件事呢？第3件事，记得蒙面。你如今的模样，再去崔县会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为何？第3，记得蒙面。你如今这模样，再去崔县只会惹麻烦。为何？炼化剑匣，研习法术，我都能理解。可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蒙面？拜见恩公。老人家无需多礼，我说过，为你们报仇只是适逢其会，真正杀了苦厄和尚的是你们自己。老夫粗鄙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若无恩公相助，我等一辈子都是孤魂野鬼，受尽折磨。更何况，若非恩公仗义直言，那清河剑派的姑娘怕是早已让我等魂飞魄散。也怪不得苏姑娘，魔道犯下累累血债，许多时候不得不矫枉过正。皇帝老儿一声令下，数十万人为他修行功，死伤大半，不见正道来管。我等被害时不见人救，怎么到报仇时便要我们魂飞魄散？老人家这话问得有道理，回头我也问问苏姑娘。恩公言重了，老夫只是发牢骚。那位姑娘身份不一般，若让恩公为难，便是老夫不知廉耻了。老人家，那苦叶和尚招了没有？招了，早就招了，只是我等恨他入骨。恩公不问，我们便多用了几次酷刑。老人家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看我这张脸，
是否有什么不妥？恩公这脸，我这脸怎么了？老人家但说无枉。老夫以前听戏文里唱过，治国营车洛阳道，满城争看美少年，说的正是恩公这般容貌。那师父为何非要我蒙面？罢了，师父已睡下，还是不打扰了。回崔县前，先将法宝法术给练好。苏姑娘倒是细心，早已将自己的法力烙印抹去了。厉害，不愧是清河剑派的法宝。不过这消耗也太大了，一道剑气便耗去我1/3的凉气。若是临阵驱动，最多也只能斩出3道。好在剑匣能够提前凝聚剑气，如此一来，倒是可以预存7道。法宝算是练好了，接下来便是法术。开口禅虽好，可终究要向那来历不明的佛陀借法。真佛也就罢了，若是邪物，念了经立了愿，日后被人拿捏，便是自找麻烦。师父的这些法术太毒，不是害人神魂，便是损人根基。当初能困住苦厄和尚，靠的便是这上面的锁魂之术。既然已有基础，便先练这个锁字诀、定身术。这定身术不只是锁魂那么简单，有意思。不过崔县之事要紧，回头再慢慢琢磨。